看着晕死的李天宝，陈平眉头微微一皱。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，这李天宝故意没抵抗，甚至没有发出声音。此刻陈平也没工夫多想了，带着牛奔快速地逃离城主府。离开城主府，陈平望了一眼四周，决定从西面的山脉离开。大哥，我们应该往北走，才能最快到达犀牛城呀，为什么要靠西呢？风仙很是不解地问道。我们一路都是从北而来，那些关卡都看到了，一个比一个严密。而向西的方向，因为跟着犀牛城不相邻，所以这个方向的关卡少一些。陈平解释道。其实陈平向西也是想到那山脉之上看看，看看山脉上的那座小城到底是什么人自己猜测的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。可就在陈平他们离开城主府，朝着西面山脉而去的时候，整个城主府内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，一道道身影从城主府冲天而起，大批的战兵开始搜寻着陈平他们的下落，通知所有城池严守城门，绝不能让犀牛城的几个家伙给跑了。谢仲看着昏迷过去的李天宝，大声地怒吼着。他没想到，在自己的地盘，陈平他们竟然还敢把牛奔给救走。就算他们逃出城主府，也不可能逃出整个飞虎城的。周围大大小小数十个城池，他们绝对是插翅难逃。听着刺耳的警报，陈平知道暴露了，对方已经察觉牛奔被救走了。我们要加快速度了，陈平说道。风仙拎着牛奔，四个人在夜幕星辰的光芒下，飞速地朝着西面奔驰。陈平看了看天空中的繁星，每一颗都明亮无比。陈平知道，他现在看到繁星，应该是那万千世界，世俗界的地球应该也在其中之一了。陈平他们越跑越快，并不敢在天空飞行，因为飞行的目标实在是太大了。出了城主府，外面便是大片平原，并没有藏身之地，不过还好城池之间有着数百里的间距，给了陈平他们喘息。若是一个城池挨着一个城池，陈平他们想要冲出去，怕是就难了。几百里的路程，陈平他们用不了1个时辰就能冲过去。当来到一座城下，守城的侍卫正要对陈平他们质问什么，陈平却出手了。唰，斩龙剑一挥，无数的剑芒如同流星一般朝着城门坠落。那些守城的侍卫都来不及惨叫，全都死在了陈平的剑下。陈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速战速决，并且不能惊动其他人。若是让谢仲知道他们朝着西面方向而来，肯定会派出大批追兵的。走！陈平一剑斩杀城门守卫之后，毫不犹豫的就一跃而起，飞掠过城池。就这样，陈平在前面不断斩杀城门守卫，风仙和白翼则是保护着牛奔，一连冲过了数座城池。而此刻天也渐渐的亮了起来。望着越来越近的山脉，陈平的内心却越发紧张起来。现在天亮了，相信谢仲也早就知道了他们逃走的方向，估计现在他们身后有着大批的追兵在朝着他们而来呢。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城池。白翼眉头微皱道，管他呢，有多少就闯多少，反正都闯过来。这么多座城了，这飞虎城也就主城实力高，其他的城池都垃圾。风仙说道，毕竟这一晚上陈平都是一剑解决，从不拖泥带水，让风仙认为飞虎城的其他城池实力都很垃圾。不要大意，我们快走吧。陈平说了一句，四个人继续前行。但是很快又有一座城池拦在面前，不过这座城明显规模大了很多，虽然不及主城，可比其他的城池要大。最主要的是，这座城池的城门紧闭，四周有着一股灰褐色的雾气，看不清城门的景象，整座城都被这股雾气笼罩，哪怕陈平飞到半空，也很难看到城中的景象。陈平尝试着用神识探查一下，发现这雾气竟然有阻隔神识的能力，明显就是有人故意为之，为了不让人知道这城中景象，故意掩盖一般。真是太奇怪了，怎么这么大的一座城，好像没有人存在呢，一点气息也察觉不出来。
风仙看着眼前出现的城池，眉头微皱道：“这是有人故意在掩盖城中的气息，看来这个城在整个飞虎城中算是比较重视的。要想通过这座城，怕是没有开始那么容易了。”白毅脸色凝重道：“这城池四周都有雾气，根本就看不到，我们直接飞过去不就行了？我们察觉不出城中人，那城中人也一定察觉不出我们的。”风仙说道：“过不去，这雾气是由一个巨大阵法形成，我们就算从上空飞过去，也一样会被发觉。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，先把这座城的大阵给它破了，要不然我们很被动。”陈平决定先破了眼前这座城的大阵，要不然他们不知道城中的情况，而对方对他们却了如指掌。如此一来的话，会十分的被动。陈平他们来到城下，城门口竟然没有一个人守卫，看起来真的想死一个死城。不过陈平知道，整个飞虎城地域不可能会有一座死城存在。陈平望着眼前高大的城门，缓缓的双眼泛起淡淡的红色光芒。这是陈平开启了天明眼，这么巨大的阵法，陈平若是循规蹈矩的破阵，怕是需要很长时间，而且还不一定能够破除。所以现在陈平要用天明眼试探着看看这阵法。嗡！伴随着天明眼开启，陈平眼前的视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天明眼开启了，原本灰褐色的雾气慢慢的竟然在陈平眼中消失了，伴随着天明眼不断深入，陈平的视野竟然也穿透了城门，进入城池之中。虽然这阵法隔绝了气息，也不能用神识探查，但是却没有办法阻止天明眼。陈平看过去，发现整个城池之中根本看不到一个人，而全都是一个个身穿盔甲的战兵，数不清的战兵一队队排列着，有的在训练，有的在巡逻。陈平此刻终于明白，眼前这座看起来不一样的城池，压根也不是什么城池，说起来应该算是飞虎城的一个巨大兵营。那些身穿盔甲的战兵都是在这个地方训练，然后输送到各个城池的。这一下，陈平的内心有紧张起来，跑来跑去，竟然跑到了最危险的地方来了。收起天明眼，白毅小声道：“贤婿，怎么样，能不能破开这城中的法阵？”“不破了，我们还是从别处走吧。”陈平说完，转身就走。“大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难道是害怕了吗？”风仙不解地追上陈平。陈平还是一言不发，脸上满是紧张。若是惊动了这城中的战兵，他们这几个人怕是真的就不好逃掉了。“贤婿，我们若是绕过这里，怕是又要走很远的路，而且还会碰到其他的关卡。”白毅对着陈平说道：“都已经到了这里，山脉近在眼前了，若是再绕路，可就要浪费时间了。必须绕路，这根本就不是一座城，而是一个巨大的兵营，里面都是全副武装的战兵，估计有上万人。”陈平跟着白毅和风仙说道：“绕路，马上绕路。”风仙和白毅一听，两个人跑得比陈平还快呢。为了绕过这城池，从别的方向进入山脉，陈平他们又足足多走了数百里的路程。不过很快，在他们面前又出现了一座城池，只不过这座城池明显小了很多，而且在城门之上站着大量身穿黑甲的战兵。陈平他们刚刚靠近那城池还有上百里的范围，却见那城中飞出大量的战兵，这些战兵直奔陈平他们所在的位置而来。“快点隐藏气息，谁把气息泄露了？”陈平见状大惊，他们明明把气息都隐藏了，不可能距离这么远就会被那些战兵发现的。“是我。”牛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。原来这家伙长时间隐藏气息，功夫不到家，最后把气息给泄露了。陈平见状，只能用手一挥，一道屏障出现，把几人的气息全都给遮挡，然后快点地离开了原来的位置。大批的战兵包围了陈平他们开始的地方，却并没有发现有人。“招，他们肯定跑不远。”
战兵队长马上命人四处寻找起来。陈平他们则是趁着城池空虚，快速的想要冲过那城池。可就在陈平他们偷偷到了城池下的时候，突然又有一队战兵从城中冲了出来。这一下，双方都没有预料，就这样相遇了。唰！陈平反应迅速，瞬间斩龙剑出手了，万道剑气朝着面前的战兵斩去。这些战兵还没来及反应，全都惨死当场。陈平随后掌心跳动着火焰，然后一把炽火，直接把这些尸体烧成了灰烬。这么多尸体倒在城门口，很快就会被人发现的。现在陈平毁尸灭迹，对方要想找到他们，还需要一些时间的。走，几个人一飞冲天，直接冲过那城池之中。因为没有战兵把守，也没有注意到陈平他们几人的行踪。在穿过这座城之后，山脉终于近在眼前。连绵不断的山脉看起来一眼望不到头，比起天人界的天魔山不知道大了多少倍。走吧，这山脉之上城池就少了，过了这山脉就到了其他兽族地界，也就不用再东躲西藏了。陈平看到眼前雄伟壮阔的山脉，长出了一口气说道，在山脉之上建立城池需要耗费的人力财力是巨大的，所以到了这山脉的话，飞虎城的城池明显就少了很多。陈平他们顺着山脉飞速前行，足足行进千里，都没有再看到一座城池。陈大哥，能不能休息下呀？我有点跟不上了。牛奔喘着粗气说道，毕竟牛奔还小，体内的消耗掉的能量没办法快速的补回来，必须要休息下。好，休息下吧，你们都不要乱跑，我去前面看看。陈平简单的布下一个幻阵，让风仙他们进入幻阵之中，若有人经过也不会发现他们。在把几人安顿好之后，陈平的身形瞬间消失不见了。陈平快速地向着山脉深处飞奔，没有了牛奔拖累，陈平的速度快了很多，只能看到一道残影。伴随着陈平不断深入山脉之中，很快两座城池出现在眼前。这两座城池几乎横跨了整座山脉，挡住了上山的道路。只在两座城池的中间有一个通道，这两座城池就像是两扇门一样。看到这一幕，陈平更加觉得山脉之上的那个小城绝对不一般，肯定有大人物在。就连谢仲所在的主城都没有两个城池呼应防御，而现在突然出现的这两个城池，肯定是保护山脉上那座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城的。这两座城上站着大量的战兵，而且每个城门上都有一个硕大的圆盘，陈平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。但是很明显，这两座城的规模和实力肯定比别的城池强。最主要的是，根本就没办法绕过去，然后上到山脉之上，并且在这两座城上空，还有不少的战兵在到处巡视，防守的极其严密。在观察了一会儿之后，陈平悄悄地退了回去。怎么样，前面是不是就可以穿过山脉，抵达其他兽族地域了？看到陈平回来了，白毅对着陈平问道。陈平脸色凝重地摇了摇头道，前面还有两座城池挡着去路，必须要闯过去才行。大哥，绕过去不可以吗？风仙问道。不行，必须要闯过去，若是不能闯过去，我们就只能回走，那样的话肯定会遇到追兵。陈平说道。贤婿，这两座城规模怎么样？好闯吗？白毅一听，有些担忧地问道。不好闯，这两座城内的战兵肯定有上万人，现在只能希望他们的信息不通，我们可以混过去。陈平说道。毕竟他们都是兽族，来来往往的进出城门也是正常的。但陈平就怕他们的消息早就被解众给传到了这里，那样的话，他们一露头，估计就能够被认出来。试试吧，做好干仗的准备。白衣点了点头。四个人朝着那两座城池走去。当来到城下，看到城门之上大量的战兵耸立，一个个神情肃穆，身上散发着冰冷的寒意。陈平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朝着城门走去。站住！一队战兵拦住了陈平他们。
随后冷声问道：“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”“我们从主城过来的，想要见几位朋友。”陈平说着，竟然掏出一袋仙币，打算贿赂一下这看守城门的战兵队长。毕竟这一招在世俗界那可是屡试不爽的，没有人不爱踩。可谁知陈平刚刚拿出仙币，那战兵队长却眉头一皱：“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给我围起来！”哗啦啦，陈平他们瞬间被一队战兵给围了起来。陈平一下子给愣住了，不明白这战兵队长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嫌弃仙币少了？是不是嫌弃少了？我这里还有一些，拿去给弟兄们耍耍。陈平又拿出一袋仙币，这一下那战兵队长的表情更加的愤怒：“你这是在羞辱我，你绝不是我们飞虎城的人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战兵队长直接拔出了武器：“大哥，在我们兽族可没有这种规矩，你怎么还送礼了？这不是打人脸吗？”风仙看到陈平那举动，顿时无语地说道：“